小心！话音落下之际，一道强大的攻势直接正中萧炎的胸膛之上，一股让得他无法反抗的神之力量进入到萧炎的体内，开始肆虐开来。其中有着清脆的骨头断裂声传入萧炎的耳朵中，然后整个身体似是散架了一样，直接从空中爆射而下。一道巨大的声响直接让大的出现了深坑，浓烟滚滚，萧炎的气息更是萎靡了下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让得无数人张大了嘴巴，刚刚还在欢呼，此时他们已经无法动弹，因为刚刚王无天那快若闪电般的攻势令得他们这些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萧炎已经陷入大地之下，深坑的高度至少有着100米，在深坑的底部无法用肉眼看见其身影，只能凭借感知可以感知到在深坑之下留有着一道极度微弱的气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一些实力稍弱的强者并没有看到刚刚的画面，萧炎总指挥似乎被对方瞬间击成重伤了。实力强大的强者也是迷迷糊糊的看清楚了刚刚萧炎被王无天一招击败的模糊画面。怎么可能？王无天不是被萧炎总指挥的那道毁灭力量给攻击了吗？为何对方还有如此的力量进行反击？一道道不敢相信的声音传出，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本的胜利竟然变成了绝望。此时众人也已经反应过来，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刚刚攻击萧炎的身影，此时立于他们的正前方，眼神充满着血红之色，狠厉地望着深坑底部。有些本事，你这神怒火莲还真的是厉害，要不是我刚刚拿出一道神器抵御了你这火莲的大部分力量，恐怕重伤的应该就是我了。王无天拍了拍自己那破烂不堪的衣服，在其左脸上还有着被火焰烧焦的痕迹，能够让一位神奇的肉体受到伤害还真是少见。那是……在众人那震惊之色中，便是看到王无天的手中竟然多了2样东西，竟然是72大神器排行榜第34的天盾和排名29的水令。李隐的声音淡淡传出，传入每个人耳朵中的时候，则是如雷贯耳。没想到这王无天竟然有这等可怕的2道神器，竟然抵御住了萧炎那道曾经能够击败神器联盟那位第2序列神的毁灭攻势。一道带着一丝遗忘的声音自暗令的嘴中发出，原本这是一场他们这边胜利的希望，结果现在变成了对方的希望。如今各大诸天的总指挥萧炎都败了，那么接下来的局面将会是每个人都不敢想象的惨烈画面了。就在众人无心战役的时候，灵动和沐尘的伟岸身影则是立于这片天地间。沐尘，萧兄不知生死如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重伤，所以接下来只有你我2人以命相搏了。灵动那雷霆般的声音传荡而出，而沐尘也是表情凝重的点点头。只能如此了。看到灵动和沐尘的身影，各大诸天的强者也算是看到最后的希望微弱之光了。毕竟灵动和沐尘的实力可是堪比萧炎的强大存在，所以萧炎、灵动、沐尘3人总是能够让他们这些人升起一些希望和永不放弃的意志。此时的王无天衣衫破烂无比，双手之上的2道神器拿着也是微微的颤抖，不过能够将神怒火莲的威力化险为夷，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当即便是调整好了心态，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灵动和沐尘，冷冷道：你们2位也想当炮灰是吗？要知道神的力量不是你们这些主宰者能够对抗的，你们的天赋比较高，不如加入我们先天神族，到时候我们一起统治天元界，何乐而不为呢？先天神族一日不除，我们就乐不起来，所以不要废话了。灵动的声音还是如此的霸道，不愧是无左。我沐尘今日就算牺牲，也要将你击败。旋即，沐尘的身后再次出现了第6座原始法身，万物生化身。随着第6座原始法身的出现，整个空间之上都是出现了生命之气，所有的万物都是在此刻生机勃勃起来。一人竟然拥有6座原始法身，之前无数强者知晓沐尘不凡，可是在亲眼看见这6座原始法身之后，内心中还是会震惊无比，因为这些都是大咒中的神物之一，不管是神火还是祖符以及这原始法身，能够拥有一道在其身上就已经不得了，而这沐尘足足有着6座。沐尘队长看来要施展真正的实力了。万兽天的那些人也是终于见到带领他们在古元天中连胜的队长也不再保留实力了，而灵动也是眼神一冷，周身的9道祖符急速的旋转着，9种属性的力量不断的散发而出，那一股诡异莫测的能量滔滔不绝。看来他们2位将会是我们最后的一束希望之光了。虽然这希望之光很渺茫，毕竟对方是一位神奇，要是一位准神的话倒是好说。各大诸天的强者面面相觑，望着天空中的2道伟岸身影，心中的战意也逐渐升起。先天神族，我们各大诸天也与你们拼了，大家全力上！在一些顶尖强者的呐喊声下，无数人的体内爆发出磅礴的元气，对着几十位古圣猛攻而去。下方瞬间的战斗已经开始，光芒四射，元气滔天，激烈的战斗之声也是不断响彻起来。然而王无天瞄了一眼下方的战斗，嘴角一笑，冲着灵动沐尘2人道：看来你们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就与炎帝一样去死吧。王无天擦了一下刚刚嘴角的血迹，身影瞬间消失，以极快的速度横跨天际。就在灵动沐尘眼神一动的时候，在他们的背后，一道神迹之力再度出现，一道金色巨手散发出无边的神圣力量，
对着后者二人轰然拍下，空间阵阵碎裂，可怕的能量波动涟漪般的传荡四周而去。如此近的距离，就算他们反应再快，也不可能会躲避。在王无天那得意的表情之下，似乎已经看到灵动和沐尘那陨落的画面了。与本神对抗，只有一个字：死。神技的力量已经彻底的爆发，想要对抗斗技之上的神之技能，唯有堪比萧炎之前所施展那神怒火莲的威力才行。不然的话，一切的力量，对面这道神技力量都会不堪一击。我都说了，投靠我们先天神族一起统治天元界多么美好，你们这就是在找死。然而在王无天话音落下之际，他的身躯竟然静止在了空间中，以及那道神技也是如此，只差灵动沐尘1毫米的距离。这道神技便是会正中他们二人的身躯，被神技如此直接攻击到的话，就算是同等境界的对手，不死也得重伤。更何况灵动和沐尘只是主宰境的修为。看到天空上诡异的一幕，下方的一些顶尖强者便是发现了异样。怎么回事啊？似乎那片空间静止了一样。而就在众人还在疑惑的时候，灵动的时间祖符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直接将这里的一整片区域给时间禁锢了起来。当然，仅仅凭借一道时间祖符目前的力量是无法禁锢住这里的空间，而是灵动却是利用了九祖之术的力量，以时间祖符为主，将其他8道祖符的力量全部灌输给了时间祖符，使得时间祖符的力量可以爆发出无比强大的时间之力。沐尘，出手！在看到时间之力已经起到了效果，便是立马对着沐尘说道。而沐尘此时的身后有着2座原始法身，一座便是太初世界体，一座是万物生化身。此时这2座原始法身有着数万丈高大，在沐尘那双手转换间，身后的2座原始法身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一道可怕无比的太初之力便是凝聚而起，然后对着被灵动禁锢的空间处轰然攻去。不过还没有结束，沐尘也将第6座原始法身的力量催动到了极致，一道光芒射出，划过整个古元天的空间一般，2道超越了主宰境的力量对着无法动弹的王无天暴冲而去。所有人都看到王无天的身躯直接被这2道强大的力量光芒所笼罩。下一刻，能量炸响声彻底的响起，整个古元天的天空都是被耀眼的光芒笼罩，就算是一些阴暗的角落，在此刻都是被这道强光洞穿了一般，耀眼无比。而且其中的能量更是令人窒息，因为那是原始法身的原始之力。在那光芒持续照耀的时候，无数强者面面相觑。如此强大的一击，那王无天挨了正面的一击，应该不死也得重伤吧？灵动队长，沐尘队长，加油！此时又是有着一些欢呼声响起，毕竟他们2人现在是他们各大诸天的最后希望了。如果连他们2人都失败的话，那么他们各大诸天的所有人将会陨落于此，而且10道祖气主脉也将会被夺走。那么到时候先天神族将会成为天元界的统治者，这样的场面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结局。而带着原始之力的光芒散去之后，那片空间早已经崩裂了，数道空间的裂缝浮现而出。在看清楚那里的景象后，所有人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们看到王无天的身躯竟然毫发无伤地站在那崩塌后的空间中。这怎么可能？正中如此强大的力量攻势，竟然还是没能解决掉对方。不少强者露出震惊骇然之色。很显然，那位王无天的力量已经不是他们这些主宰者能够对付的了。一些先天神族的古圣见状，也是露出一抹得意之色道：我们先天神族的第3神，是你们这些主宰者能够对抗的吗？那就先将你们这些该死的古圣击杀。一些实力达到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发出肃杀之意，锁定了古圣的气息，直接一掌一拳全力击出。激烈的战斗依旧在不断的持续着，可怕的元气爆发。这一场激烈的战斗依旧是成为了各大诸天与先天神族在古元天的最后一战。不管哪一方赢了，那么赢的一方将会夺得古元天中那10道祖气主脉。高空上，灵动和沐尘的神色平静无比。刚刚他们已经施展全力，竟然还是无法将王无天给击败，甚至都无法伤及一丝。灵动兄，看来神指境的力量并不是你我能够抗衡，而且对方的肉体已经远远超越了主宰肉体，想必是达到了神之肉体。沐尘也被王无天那惊人可怕的肉体力量所震慑住了，因为刚刚灵动已经将王无天的行得锁住，沐尘又催动了自身极限的力量，爆发出太初世界体和万物生化身的原始之力，正中对方的身躯之上。按理说，这样的绝对攻势足以重创一位准神，就算是神奇，应该也会受伤才对。不过看样子还是小看了神奇的肉体力量。而此时，王无天露出了吃人的表情，一股愤怒之意早已经冲上头顶，怒气冲冲的道：2位主宰 L 蝼蚁而起，还想击败本神，怕是做梦。要不是我如今冲击到神指境，今日还真的会败在你们手里。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既然我已经成神，那么肉体自然也已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蜕变，而我如今的肉体乃是神体。神体吗？灵动眼神微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王无天那肉体上传来的神圣力量。这就是神体的防御力吗？所以就算你们人类的攻势再强大，也是无法攻破神体的强大。接下来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招式。王无天一声冷哼，一道肃杀之意早已经弥漫开来。虽然凭借着神体的强大抵御住了灵动和沐尘的攻势，但是却是感到一股疼痛之感。这种感觉应该不会发生才是。
可是对面他们二人的攻击后，那种神体上的疼痛感也是极为的明显。这灵动和沐尘也不是普通人，既然能够与那炎帝实力相当，那么自然不能小看。还有刚刚灵动所施展的时间之力，也是令王无天感到一丝忌惮，竟然能够直接把时间都给禁锢住。如果刚刚攻击自己的是此前萧炎神怒火莲的话，那么就算是自身的神体再强大，恐怕也会被那道火莲力量给焚烧殆尽。王无天目光闪烁间，宣后化为狠辣之色，双掌合拢，只见的那空间猛地一震，宛如巨大的光环陡然内缩，恐怖的神之力量层层叠叠的涌来，直接是碾碎了空间，然后对着灵动和沐尘所在处笼罩而下。那古神之力量一旦落下来，灵动和沐尘必然是尸骨无存。毕竟王无天已经没有兴致与他们周旋，因为周旋的时间越久，对他自己越不利。殊不知到时候还会有什么底牌出现。虽然自己是神奇，不惧灵动沐尘，但是到时候总会有一些麻烦，所以尽早击杀是最明智的选择。高空上，可怕的神之力量弥漫天际，无数道视线在此时聚焦而来，他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而在那神之力量滚滚而来的时候，灵动和沐尘周身的元气已经达到极致，就连额头上的青筋都已经暴涨。然后灵动直接将时间祖符与空间祖符一换，九祖之术再度施展。此时的灵动体内所有的元气都在疯狂地对着空间祖符上汇聚而去。到了此时，灵动也已经为此倾尽了一切力量，这同样也是他强大的手段之一。这王无天的攻势实在是让得他们都头皮发麻。这第三序列神的威力真的不是主宰者可以正面对抗的，要不是灵动和沐尘所主修的不是大咒神物，或许也已经被对方击杀掉了。在这最为性命攸关的时候，灵动也将自身所有手段都倾尽而出，并且将这些手段凝练到极致状态。就在神之力量快要击中灵动之时，低沉的吼声在灵动的心中响起，空间转移。空间祖符上的符文开始闪烁起来，下一刻便是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令得灵动这处空间与王无天的那处空间进行了空间转移的惊人场面。那是空间之力，众人的神色再度发生了变化，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那灵动的底牌竟然都是让人意想不到，一下子时间之力，下一刻就施展空间之力，不愧是拥有9道祖符的灵动，难怪其实力如此的深不可测。而王无天的身影则是出现了原本灵动沐尘的虽在位置，而灵动沐尘的身影出现在了上一秒王无天的位置，而那恐怖的神之力量直接是击在了王无天的身躯之上，一声恐怖的能量轰击声顿时响彻天际。下方还在激烈战斗的众人也是停下了进攻，因为王无天被自己的技能给击中了。这灵动的空间之力实在是出人意料，竟然能够瞬间转移2个空间进行置换，一会使出时间之力，下一刻就使出空间之力，无愧是拥有9道祖符的灵动，其多种属性的力量实在是深不可测。第三神，诸多先天神族的古圣面露担忧之色，如果王无天被击败，那么他们就无法完成无神的最后一步计划了。但是这种担忧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能量光芒散去之后，王无天那没有任何变化的身躯挺拔于空中，身上的肉体更是有着一丝神圣的力量散发而出，看来又是神体的极强防御力，抵消了他自己的攻势能量。五祖，你的招式实在是出人意料，竟然总是能够在那关键时刻脱离险境，真是有些羡慕你体内的这些祖符了。说到这里，王无天的神色逐渐的暗淡下来道：你身上的9道祖符我要定了。闻言，灵动的神色便是一凝，这王无天既然打起自己祖符的主意，但是灵动可不会那么容易被击败，就算舍身也不会让对方得逞。想要我身上的祖符，那就是看你的实力了。灵动的面色极为的冰冷，然后双手再度结印，9道祖符的能量散发而出，可怕的能量波动涟漪扩散开来。逆转大乾坤。话音落下，灵动的双手归拢，9道祖符投入双手间的空间处，在那里竟然形成了一片星空世界，9道属性的祖符力量在其中完美的汇聚融合，顿时散发出可怕的威能。而王无天也是感受到了灵动的这一招应该是他的最强底牌了，其中所蕴含的力量能够轻易的击败一位准神。但是王无天则是不会有所惧意，因为毕竟他是一位纳入神列的神奇，第3序列神，所以他的实力早已经超越了主宰巅峰的层次。神的力量，不知这些招是能够对抗的。有点意思，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挣扎到什么时候。说着，王无天的神之力量瞬间凝聚成刃，在其刃上爆发出无比可怕的第3序列神之力。王无天，还有我呢！一道低沉的声音传入王无天的耳朵之中，然后2座万丈高大的原始法身一拳一掌狠狠地拍出，可怕的原始力量直接是洞穿了虚空，对着王无天的方位袭来。看着两边方位的可怕攻势对着自己急速袭来，王无天双眼微微闭上，然后伸开自己的双手，一道神圣的光环出现在自己的身躯之上，远远望去，就像是超越世间万物的神，不对，他就是一位神。神之力灭万物。一道轻轻的喃喃声自王无天嘴中响起，瞬间神圣的光环之上有着无数道细微颗粒徐徐上升，其中的每一道颗粒就算是人类一样，在神的面前极为的渺小无比，所以就算灵动和沐尘再强大，对于一位神来说依旧是不入眼的2道细微的颗粒一般。在众人的惊骇目光中，
上空处的强大攻击已然轰击在了王无天的左右手掌之上，又是2道可怕的爆破之声。以王无天的手掌为中心，强大的能量波直接化为涟漪的波动，朝着四周不断的扩散，就连大地都在剧烈的战斗，空间一层一层的崩塌。2位主宰巅峰的力量对抗一位神奇，终究结局如何？而且在灵动和牧尘师展出这最后的一击后，并没有被对方的神之力给瞬间摧毁，而且还是有着与之对抗的强大能量不断的冲击。天际上那一道又一道的巨大响声，以及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波动不断的爆发出来，在下方的众人看来，这将会是古元天最后一战胜与败的关键。这可能是决定我们各大诸天和先天神族胜与败的最后一击了。李隐和暗令最为各大诸天队伍的最强第一人，也感受到了天空上级之力量的对拼。灵动队长加油，牧尘队长加油！渐渐的，无数人的呐喊声开始响彻古元天之中。那处空间的光芒早已经笼罩灵动牧尘以及王无天的身躯，凭借肉眼是基本看不到其中的画面。在激烈的对拼下，所有人都不知道，在那处深坑的最底部，萧炎的手指微微一动，很显然他被王无天的那一道强大攻势击中，全身受了重伤，以及骨头都是散架了，一股无比疼痛之感传遍整个身躯。我这是死了吗？萧炎勉强的挤出了几个字，但是双眼依旧是闭着的。或许这是从他的意识中传出来的声音。画面一转，萧炎的身躯则是出现在了一处生机勃勃的空间之中。或许是这空间中有特殊的能量，开始朝着萧炎的身躯汇聚而来，然后不断的进入萧炎的体内。随着这股特殊能量进入体内后，萧炎的骨骼和伤势都开始渐渐的愈合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萧炎体内传来非常舒服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让得昏昏欲睡的萧炎从那疲惫当中清醒了过来，旋即缓缓地睁开了双眼。自己平躺在一处山峰上，一睁眼便是看到无边无际的天空，蓝天白云，树枝上还有鸟儿嬉戏的叫声，以及其他动物也是如此。生活在这一片如此安逸的世界中，这是所有人的梦想吧？头脑的思绪转了片刻之后，萧炎也是回过神来，他摸了摸自己的身躯，让他大吃一惊。惊的是，他刚刚所有的伤势竟然有愈合了，而且连自身的元气也是极为的充沛。怎么回事？我刚刚不是被王无天攻击重创了吗？萧炎立马站起身来，将自己的身躯检查了个遍，然后也悄然运转体内的元气。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操作之后，更是让萧炎更加的确信，他的伤势和元气都是恢复了过来。萧炎迈着步伐看了看这处空间，远远望去，那风景简直太壮观了。醒了。就在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自萧炎的身后传来，萧炎也是立马转过身，便是看到一位熟悉的身影。粉老见到萧炎已经彻底的恢复过来，粉老的脸色也是微微一笑道：“萧炎怎么样？伤势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吧？”闻言，萧炎有些吃惊，难道我的伤势是粉老帮我恢复的？粉老走到了萧炎的一边，摸了摸自己下巴的胡须，喃喃道：“当然不是我，而是你体内的焚诀。”我体内的焚诀？萧炎一脸懵逼，焚诀还有疗伤作用？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瞧得萧炎那一脸疑惑的神情，粉老便是解释了起来道：“准确的说，并不是焚诀本身能够让你的伤势复原，而是你体内的焚神之力刚刚保住你的要害，不然你在一位神奇的那一击之下早已陨落。”焚神之力吗？萧炎也是暗自喃喃道。不过想起刚刚王无天的那一记攻势都是致命的，焚神之力能够保住自己的要害，还真的令萧炎觉得这焚诀越来越有意思了。正是焚神之力护住你的要害，然后我将你的意识召唤到焚诀空间中，才得以让你在焚诀空间中那特殊的能量配合你体内的焚神之力，才让你原本的重伤恢复过来。我也是费尽了一些心思，让你加快了恢复时间。因为貌似古元天中的事情还没有解决，而且那王无天已经成神，修为没有达到与他一样神指境的话，基本不可能会赢。而且你的那2位修炼祖符和原始法身的，恐怕也招架不住多久了。粉老说着，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的确，一位神奇可不是他们这些主宰者能够抗衡的存在。就如同当年自己在斗气大陆时，魂天帝成帝后，就连9星斗圣后期的古元以及9星斗圣巅峰的竹坤，也不是魂天帝一根手指的对手。而且一人便可将整个中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要不是萧炎在最后的关头晋升斗帝，恐怕整个斗气大陆都会被魂天帝统治。这就是斗圣和斗帝的差距，就好比主宰境与神指境一般，甚至神指境更加的神圣与恐怖。毕竟神指境乃是从人变成神的大蜕变，林兄和牧尘都抵不过王无天吗？需要神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如今我还只是最强主宰巅峰的修为，就算我再施展神怒火莲，恐怕对方已经有所防备，所以施展同样的招式肯定不行。萧炎的手指放在自己的下巴处，一边思考一边嘴中呢喃着。下一刻，萧炎则是看向粉老，眼眸中散发出一丝精芒道：“粉老，现在的我没有达到神指境，根本无法击败成神后的王无天。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需要你的帮助。”看着萧炎的神色变化，粉老也早已经知晓萧炎心中所想，然后淡淡笑道：“你这小家伙想法真是不错，遇到困境才找我出手。”萧炎尴尬地笑了笑，
还确实只有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才会找冯老，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冯老找自己。嗨嗨，冯老这……萧炎轻咳了2声，滋滋语语的喃喃：“只是第3序猎神而已，不需要我出手，你自己也能解决掉。”冯老此话一出，直接让的萧炎有些疑惑，自己可以解决？冯老，你可别开玩笑了，就算是施展神怒火莲，也不一定能战胜有防备的王无天。萧炎一脸无奈，难道是冯老不想帮助自己才说这些话？你难道忘记了你自己修炼了一道神技焚神诀吗？冯老似是看见萧炎还真的记不起来，便是提醒道。此时听到冯老这样说，萧炎的眼睛一亮，然后惊呼道：“冯老说的是焚神诀的第3诀？”冯老没有否认的点了点头，正色道：“正是。”恍然大悟的萧炎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因为此前他也想过，自己如果催动焚神第3诀的话，应该可以击败王无天。可是这一招萧炎从来没有施展过，不知道能否有着可以对抗一位神奇的力量。